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在追求健康长寿的道路上，你或许从未想过，每日习以为常的晚餐竟可能成为左右寿命长短的关键因素。就拿小娟和她老公来说，二人同为忙碌的白领一族，忙碌的工作节奏使得他们平日里只有晚餐才有机会在家中享用。心疼儿女工作艰辛的婆婆，总是怀着满满的爱意，尽心尽力地筹备丰盛的晚餐，试图用美食犒劳他们一天的辛劳。每餐餐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佳的各式菜肴，从肥美的红烧肉到鲜香的清蒸鱼，荤素搭配，琳琅满目。然而，小娟面对这一桌佳肴，却丝毫开心不起来，反而深感忧虑与不满。她多次委婉又急切地提醒婆婆，晚餐无需准备如此多的菜品。据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，现代人由于晚间活动量锐减，身体消耗的能量有限，晚上若是进食过多，极易造成能量过剩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体内，长此以往，不仅可能导致超重、肥胖问题，影响外在体型与身材美感，更会诱发一系列如高血压、高血脂等棘手的健康隐患，进而悄然缩短寿命。但婆婆却依旧固执己见，在她的传统观念里，晚餐作为一天中的正餐，必须吃得饱饱的、营养足足的，才能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能量，以应对次日的忙碌。于是，婆婆依旧每顿晚餐都绞尽脑汁变换着花样，力求让儿女吃得满足。其实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像小娟婆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他们习惯了在夜晚放松身心之际，尽情享受丰盛的晚餐。殊不知，长期不当的晚餐饮食习惯，如同在身体里埋下一颗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各种健康问题，甚至对寿命产生深远影响。晚餐真的可能决定你的寿命。当夜幕降临，人体的新陈代谢节奏逐渐放缓，各项生理机能也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。此时，若是晚餐吃得太晚、过饱、过荤，又或是极端的不吃晚餐，摒弃主食，都如同在给身体的健康天平施加错误的砝码，损害健康变成了必然结果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晚餐决定了你的寿命，这话确实有着深刻的科学依据。不健康的晚餐模式带来的最直观影响，便是体型的改变。以美国一项针对上班族饮食习惯与体重变化的长期跟踪调查为例，研究人员发现，那些晚餐经常大鱼大肉、进食过量且时间较晚的人群，在短短1年内，超重或肥胖的发生率相较于保持健康晚餐习惯的人群高出了 35%。肥胖不仅关乎外表形象，更是众多慢性疾病滋生的温床，它会进一步牵连身体的各个系统，全方位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，最终波及寿命长度。吃得太晚过饱，至少与7种疾病有关。吃晚餐时，一旦陷入吃得太晚、过于荤腥或过量饱食的误区，至少会将7类疾病的发生风险悄然拉高。胃部疾病。晚餐时间如果推迟到晚上8点之后，食物进入胃部后，由于临近睡眠时间，肠胃蠕动减缓，胃部不得不超负荷运转，艰难地推动食物消化。长此以往，胃部肌肉会逐渐疲劳，消化功能减弱。据国内某肠胃专科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，在前来就诊的胃部疾病患者中，有近 40% 的人都存在晚餐时间过晚的不良习惯，他们饱受胃痛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等问题的折磨。肠癌。当晚餐暴饮暴食，大量未被及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涌入肠道，在肠道菌群的分解作用下，会产生如硫化氢、吲哚等一系列有毒有害物质。这些毒素持续刺激肠壁黏膜，日积月累，肠道细胞发生病变的几率大幅上升，诱发大肠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日本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指出，晚餐过量进食高蛋白、高脂肪食物的人群，患大肠癌的风险是饮食均衡人群的 2.5 倍。泌尿系统结石。人体的生理时钟有着精妙的安排，餐后4至5小时恰好是钙排出的高峰期。
倘若晚餐时间过晚，当排钙高峰来临之时，人们大多已进入梦乡，尿液在尿路中流速减慢，大量的钙质无法及时随尿液排出体外，便会沉积下来。有统计数据表明，长期晚餐过晚的人群，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病概率比正常晚餐时间人群高出约 20%。4. 肥胖及脂肪肝。晚餐过量进食后，血糖如同坐上了火箭般迅速蹿升，身体为了平衡血糖，会促使胰岛分泌大量胰岛素。胰岛素的过量分泌不仅会加速脂肪合成，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，导致体重失控般增长，引发肥胖。同时，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也会急剧上升，过多的脂质趁机涌入肝脏，超出肝脏的代谢负荷，进而引发脂肪肝。在欧美国家，因晚餐高热量饮食导致的肥胖及脂肪肝问题尤为突出，肥胖人群中脂肪肝的患病率高达 70% 至 80%。5. 心血管疾病。晚餐过量进食使得体重飙升，过多的胆固醇附着于血管壁上，逐渐堆积形成斑块，血管弹性降低，动脉硬化悄然降临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诸多医学研究均证实，长期进食丰富晚餐的中老年人群，心绞痛、心梗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比合理饮食者高出 30% 至 40%。例如，芬兰的一项针对老年人饮食与心血管健康的研究发现，坚持晚餐适量、清淡饮食的老人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年龄平均推迟了5-8年。6. 糖尿病。晚间人体活动量骤减，进食后的食物长时间滞留于胃肠道，胰岛不得不持续加班分泌胰岛素来处理血糖。长此以往，胰岛功能不堪重负，极易出现损伤，胰岛素分泌紊乱，糖尿病也就随之缠上身来。我国糖尿病发病率近年来呈快速上升趋势，其中不合理的晚餐饮食习惯被认为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。7. 神经衰弱等疾病。晚餐过量进食，肠胃负担瞬间加重，在夜间本该休息的时候，肠胃却还在加班工作。他们通过神经传导不断向大脑发送忙碌信号，大脑因此无法平静，陷入兴奋状态，失眠多梦，神经衰弱等问题便接踵而至。相关睡眠研究表明，晚餐进食过量的人群，入睡所需时间平均延长30至40分钟，睡眠中觉醒次数增多，睡眠质量大打折扣。3. 不吃晚餐，4大危害找上门。与晚餐暴饮暴食相对的另一个极端，长期不吃晚餐，同样会让身体陷入困境。由于物质摄入不足，身体犹如一辆缺乏燃料的汽车，无法正常运转，各种问题纷至沓来。1. 胃部疾病。当饥饿感如潮水般袭来，胃部会本能地启动自我保护机制，分泌胃酸，为即将到来的食物消化做准备。然而，若此时选择不吃晚餐，胃酸便会因找不到攻击目标，转而侵蚀胃黏膜。有研究显示，长期不吃晚餐的人群，胃炎、胃溃疡的发病率比规律进食者高出 50%，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，胃癌的发病风险也有所增加。2. 睡眠不佳。对于那些不吃晚餐的人，夜间饥饿感如同鬼魅般挥之不去，大脑接收到身体的饥饿信号后，会迅速进入应激状态，释放兴奋物质，让人难以入眠。即便好不容易入睡，也极易在半夜被饿醒，睡眠质量支离破碎，第二天更是头昏脑胀，无精打采。据睡眠监测数据，不吃晚餐的人群睡眠效率平均降低 20% 至 30%， 深度睡眠时间明显缩短。3. 大脑功能损伤。葡萄糖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能量补给站，对维持大脑的正常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长期不吃晚餐，身体陷入饥饿状态，血糖水平急剧下降，大脑细胞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供应，会迅速陷入缺氧状态。就像手机电量不足会自动关机一样，大脑功能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，
记忆力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思维迟缓等问题逐渐显现。4、免疫力下降。食物是身体获取各种营养物质的源泉，不吃晚餐意味着身体长期处于营养饥荒状态，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素摄入不足，免疫系统犹如失去了武器的战士，无法正常发挥抵御外敌的功能。研究发现，长期不吃晚餐的人群，感冒、感染等疾病的发病频率比正常饮食者高出3至4倍，且患病后的康复周期延长。既然晚餐的吃法如此关乎健康与寿命，那么究竟怎样吃才能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呢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专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，给出了3点宝贵建议。1、相对于早餐而言，晚餐的摄入量应适度减少。考虑到晚餐后人们大多进入休息状态，体力活动趋近于零，身体消耗的能量微乎其微，因此合理分配全日的能量供给比例至关重要，通常保持在 30%、40%、30%之间最为适宜。例如，一位每日需要摄入2000千卡热量的成年人，晚餐的热量摄入应控制在600千卡左右，这样既能满足身体晚间的基本代谢需求，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。2、晚餐的时间应在6至8点之间，尽管名为晚餐，但为了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，避免食物在睡眠时还滞留在体内，建议尽量提前用餐，以确保在睡觉前至少4个小时完成晚餐。如此一来，晚上6至8点之间吃晚餐就成了理想之选。遵循这个时间规律，肠胃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消化、吸收任务，身体也能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息。3、晚餐的作用应是查漏补缺。晚餐的主食不妨选择营养丰富的米饭或杂粮粥，它们既能温和地养护脾胃，又富含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。对于上班族而言，中午带饭时由于储存条件限制，往往不便携带绿色蔬菜，而晚餐恰好可以弥补这一营养缺口，以绿色叶菜类为主，如菠菜、生菜、油麦菜等，既能补充中午欠缺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等营养素，又能丰富食物种类，实现膳食摄入的均衡与全面。总而言之，晚餐绝非可有可无的一顿饭，一定要适量进食，切不可太晚享用。即使因加班、应酬等特殊情况不得不推迟晚餐时间，也千万别吃完就倒头大睡，给身体留一点缓冲消化的时间，才能为健康长寿保驾护航。